满城烽火燃红宫墙之际，万岁山巅，明朝末代天子朱由检脊背如松，身后是列祖列宗统治276年的江山，眼前却是潮水般涌入紫禁城的叛军。满朝文武四散奔逃，竟无一人率兵来援。其实他有无数个逃跑的理由，但唯有最后一个理由让他选择了自尽，那便是祖宗朱棣的那句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这句话自永乐帝之后沉寂近200年，直到明朝覆灭的最后一刻，才由朱由检用生命重新唤醒。这位亡国之君从未背负千古骂名，反而让无数人扼腕叹息，因为他比任何一位明朝皇帝都想拯救大明，比任何人都想让百姓安居乐业。可命运开了最残酷的玩笑。1627年，17岁的朱由检接手的不是太平盛世，而是一座早已无梁可以、摇摇欲坠的王朝大厦。那一年，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驾崩，由于皇子皆有伤，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兄终弟及祖制，武帝朱由检登基为帝，年号崇祯。他不像哥哥自幼饱读儒家经典，对皇宫内的权术斗争了如指掌，尤其深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多年来陷害忠良，专横跋扈。这份早慧也让他养成了多疑的性格，而这性格最终成了他的催命符。朱由检登基后的第一把火就是铲除魏忠贤。彼时的魏忠贤权倾朝野，若不处置，他只能是个傀儡皇帝。凭借着过人的权谋，朱由检先赏后办，一步步瓦解阉党势力，最终逼得魏忠贤上吊自尽。随后他为天启年间被迫害的东林党人平反，稳固了地位。当时朝野盛赞，不动声色，潜移默夺，非天纵鹦鹉，何以有此？可除掉一个魏忠贤，救不了烂到根里的大明。朱由检开始了拼尽全力的补救，每天鸡鸣而起，夜分不寐，批阅奏章常常彻夜不休，积极听取大臣建议，一心想整顿朝政，填补历代皇帝留下的深坑。可朝廷腐败根深蒂固，财政亏空，军事废弛，领土缩水。更要命的是，他手下无可用之才。魏忠贤的党争早已残害了大批能臣，朝堂上剩下的要么老态龙钟，要么混吃等死。生性多疑的朱由检不敢相信任何人，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就在他愁于收复辽东无人可用时，大臣们提起了一个名字，袁崇焕。这位曾在天启末年于宁远之役重创努尔哈赤的将军，因遭魏忠贤陷害，早已自知返乡。朱由检如获至宝，火速召他入宫。袁崇焕感念皇恩，在群臣面前立下军令状。5年平辽，朱由检大喜过望，不仅全力支持军费，更赐尚方宝剑，特许见此剑如见皇上，先斩后奏。袁崇焕奔赴辽东后，迅速整顿军心，建立防御体系。可谁也没料到，他竟用尚方宝剑斩杀了己方大将东江总兵毛文龙。毛文龙驻守皮岛，距离辽东半岛仅50公里。他接纳后金逃来的辽民，工商屯田，还与日朝贸易，每月赚数万两白银充作军饷。可这私筹军饷的行为，让他与朝廷矛盾重重，风评极差。袁崇焕认为其骄纵难治，列举12条罪状后将其斩首。由于袁崇焕是先斩后奏，朱由检得知后极为震惊，但碍于他5年平辽的豪言壮语，并未多做指责。可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后金领袖皇太极耳中。皇太极深知此事会导致明军军心不稳，于是亲率10万大军兵分3路突袭大安口附近的长城关隘，很快便攻占了距离北京100公里的遵化城。下一步便是直逼北京，北京城随即戒严，史称祭祀之变。此时朝中有言论流传，为何毛文龙在世时，皇太极始终安兵不动？为何袁崇焕杀毛文龙后，皇太极便即刻出兵？莫非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袁崇焕得知京城戒严后，迅速率军回援，与皇太极在北京城下激战整整1个月，终于击退敌军。可朱由检非但没有嘉奖，反而怒火中烧。他列出袁崇焕6大罪状，在崇祯长编中留下明确记载：5年平辽毫无进展，私卖粮食给蒙古间接资助后金，擅杀大将违反朝纲，纵敌长驱不战，遣散番完援兵削弱防务，兵临城下先满足喇嘛于议和。多疑的朱由检认定袁崇焕通敌，下令将其凌迟处死。牵连的兵部尚书、蓟辽总督等官员无一幸免。经此一事，朱由检再也不信任何武将，而一个没有能征善战将领的国家，注定在风雨中飘摇。未有后金虎视眈眈，内有农民起义愈演愈烈。为了维持军需，国库空虚的朱由检只能加征赋税。本就困苦的农民走投无路，纷纷揭竿而起。而这股起义浪潮中，
一个叫李自成的人，成了压垮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李自成早年是异族，因官场腐败丢了差事，连饭都吃不起，最终投身起义。他与张献忠结交，辗转投奔各路义军。在领袖高迎祥牺牲后，自称船王，提出分兵定向、四路攻占的战略，迅速聚集起庞大的力量。1641年，他击杀万历帝之子父王朱常洵，将王府财物全部分给饥民，赢得万民拥戴。1643年，他在郏县大败明军，攻破潼关，占据陕西全省。1644年，李自成在西安称帝，建国号大顺，随后挥师北上，直到北京。而朝廷中的朱由检也已然预见了自己的命运。他曾悲痛自问，朕一心想做贤明之君，不耽于享乐，勤勤恳恳批阅奏折，为何老天不肯给朕一个挽救大明的机会？当时大臣们为朱由检献上两条退路，一是留守北京，等待各地藩王率军来援；二是退守南京，以延缓李自成大军的进攻。朱由检沉思片刻，最终决定留守北京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的誓言，自永乐帝朱棣之后，再次在他身上显现。2个月后，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北京外城，紫禁城近在咫尺。那个夜晚，朱由检召见了3个儿子，给他们换上百姓衣物，哽咽着嘱咐：你们不再是皇子，从今往后隐姓埋名，保全性命。为了不让妻女受辱，他下令周皇后、元贵妃自尽，又亲手斩杀了6岁的女儿昭仁公主。宫殿里的哭声与城外的呐喊交织，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挽歌。次日清晨，他带着太监王承恩，快步来到京城北郊的万岁山，也就是眉山。山上有一座寿皇亭，朱由检伫立亭中，望着象征大明王朝威严的紫禁城，百感交集。他遥想起哥哥朱由校临终前的嘱托：吾弟当为尧舜。朱由检闭上双眼，声泪俱下，泣道：朕非亡国之君，诸臣皆亡国之臣。朕上继天佑，奈何逆贼直逼京师，皆因诸臣误朕。朕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，自去冠冕，以发覆灭。任贼分裂朕师，切勿伤害百姓一人。最终，他在一棵老槐树下自缢身亡。17年的帝王生涯，276年的明朝统治，中国最后一个汉族封建王朝就此在悲壮中落幕。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的誓言，也随着这座王朝的覆灭，永远刻在了历史的长河里。